联合国的未来还有希望吗？这一年必将发生巨变，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重要的开局年，确定文明的方向，决定人类的未来，甚至宇宙的未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月29号在今年的首场记者会上发出了罕见的非常严厉的警告。他说2026年注定将成为一个动荡不安、充满意外的年份。这位前物理学专家甚至引用了牛顿第三定律来证明，在动荡的时代，人类更需要和平、正义、责任与进步所形成的反作用力。他说的没错，但要探讨的是这种力量从何而来，而且它必须足够强大，才能抵挡混乱、扭转失态的现状，将世界推向一个正确发展的方向。这个真的是太难了。他再次强调了国际法，强调了公共价值观，强调了和平必须压倒一切，强调要减少战争的投入等等。但现实是，这些正在被践踏和摧毁。而且问题来了，在现实的国际事务中，联合国到底还能发挥多大的实际作用呢？他甚至不敢点出某些关键国家的名字。而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唯一热门人选又被认为是某国扶植的代理人。所以我想问一句，联合国的未来还有希望吗？应该怎样变革？联合国不是公司，更不该成为任何国家的工具。它真正要维护的不是名义上的正义，而是真理本身。而真理需要更清晰的话语权、更高调的姿态、更真实的行动去维护和落实。在我写的2026大统一中，反复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什么才是真正的和平。事实证明，霸权帝国带不来和平，因为霸权内部心怀鬼胎，各有目的，充满自私、阴谋、欺诈等等隐患和撕裂，不可能太平，绝不会长久。阵营对立也带不来和平，因为难以长期平衡稳定，结果必将是你死我活。多极化当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共同的价值观，也会是各种的混战和博弈，会在不断的审时度势中投机站队，寻求自保，从而丧失了正义。所以真正的共同价值观不是口号，不是立场，而是可被明确化的共同意志、共同使命、共同未来，是对新文明的共同向往和缔造，而且绝不放弃。同样，国际法也不应停留在现文明的阶段，它需要升级维度，成为符合宇宙观的、有开创性的宇宙共同法则。这种法则是能调和对立、团结矛盾的法则，是在不断践行和坚守真理的法则。这种法则不是简单的投票多数，也不应被一票否决，更不是强权博弈的结果，而是指向实现人类共同目标的统一法则、天道法则。我始终相信，真理不是靠压制维持的，真理是在关怀中被守护，并在感召中平衡和修正各方利益的，是站在更高维度和更高尚的未来角度，能让各方心服和幸福的。我更相信，只有真理才能压倒一切，而不是用和平压倒一切。因为一旦和平被绝对化，就很容易被利益和邪恶裹挟，反而成为被战争高举的正义的旗帜。这正是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乱世现实。联合国的问题并不只是外部压力，也来自自身。联合国旨在联合，但联合不只是形式，而是一种真正的统一与凝聚力。这种联合是对各方没有忽视偏袒，是没有畏惧的关注和帮助。联合更是力量和勇气，是行动和控制。所以联合国和安理会必须改革，必须强大，拥有真正的执行力和话语权。这不是另起炉灶，而是脱胎换骨的升级。联合本身就是统一，不能只是表层安宁的和平共处，而是内心志同道合的意志统一。所以联合国需要重新定义联合，
重新定义和平，重新定义统一，也要重新制定统一的原则及实施的方案，这才是联合的目的，是和平的方法，是统一的方向。如同大统一不是口号，而是一门学科。统一是科学，联合是技术，和平是表象。这门学科更是需要全球共同研究、共同制定的一套科学的方法论。只有强大的统一制度，才能有繁荣的世界秩序。各国间、天地间的联合，才是联合国存在的意义和目标。现有的国界线本应是脚下国土的托管责任区，而不是利益资源的切割与争夺，更不该成为冲突与战争的借口。所以国际法、人类法、宇宙法、统一法，这些都应该由此确立和重新修订，并成为全世界共同维护、具体落实的公共法则。世界人民的大团结、大联合，与众生灵、宇宙自然之间的大和谐、大统一，才能缔造出永久和平的未来。古特雷斯秘书长所说的2026年注定将动荡不安，充满意外，希望这种动荡是变革，意外是惊喜。这也正如我在2026大统一中所预言的那样，这一年必将发生巨变，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重要的开局年，会确定文明的方向，决定人类的未来，甚至宇宙的未来。而未来可期，我是乐观的。祝2026年联合国迎来大改革，更大有作为。向联合国、向所有国际工作者致敬，也致敬那些横空出世的、敢于质疑、敢于修理旧制度的魔性力量。他们是警钟，也是我们共同重建与再生的动力。2026年注定惊心动魄，必将波澜壮阔。